好，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的節目現場，觀眾朋友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如今我們買這個石油呢，都是要普遍使用美元來結算？其實這個歸根究底要追溯到1974年，因為當時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呢簽署了一個這個你保我安全，我用你美元的這個世紀合約。那麼這套運作了50年的石油美元體系，到了如今2026年它依舊是這個全球經濟的底層規則，但是最近這幾年，我們看到有一個新的挑戰者開始冒出頭來，是誰？就是中國大陸的人民幣。尤其在這一次的中東戰爭發生了很多這個變數之外，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伊朗、日本、韓國的石油結算裡面，我們都看到人民幣的出現頻率就像開了外掛一樣，有一個顯著的提升。數據就顯示呢，自從3月份以來呢，這個中東與中國大陸的原油人民幣結算的比例是大幅提升到41%了，也讓人民幣是首次超越了歐元，成為第2大的結算貨幣。那美元一直以來都是霸主，但是因為人民幣往上升，排擠到它的空間，所以它現在也是佔比跌掉了55%以下。這就看到一些警訊了。這套維持半個世紀的美元霸權，會因為這次美國對伊朗一頓胖揍之後呢，導致這個體系出現裂縫嗎？另外就是連日本、韓國這些美國在遠東的堅定盟友，因為買了很多的中東石油，現在受到了限制，都不得不用人民幣來做一些結算，來換取我可以先拿到貨，比我用什麼代幣來付更重要。這是不是顯示這個現在用人民幣來結算，不只是一個避險的本能，而是背後有更多的戰略考量？先請教賴教授。我覺得這樣子想是想太快了未來的趨勢會有這樣的一個發展的可能性，但是以現在來就這樣來做決斷，發展的太快了。我们來看看美元為什麼會成為世界霸權，它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就是戰後的時候的馬歇爾計劃，對，馬歇爾計劃的歐洲版，後來到亞洲版的時候，那我們看到的美元已經在歐洲跟在亞洲裡面通行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基礎。是。第二個基礎就是戰後美國成為，因為美國是一個唯一沒有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對，歐洲跟亞洲都是經過戰火蹂躪，美國沒有，所以美國的生產製造業，它當時幾乎是可以滿足或是供應全世界很大一部分的需要，包括歐洲他們所需要的恢復生機的這些生產工具機等等。都是美國在供應，包括航海、航空等等的，都是美國這邊大量的，還有包括汽車工業，那麼這一些都是美國在供應。那美國本身也是一個消費大國，所以它是輸出跟消費都進來的兩個大國的兩大的情形下，馬歇爾計劃再加上美國的工業生產製造能力跟它的消費能力，還有最後才是石油疊加進來。因為美國在過去的時候，在1975年，就是頁岩油技術突破之前，美國的石油是不出口的，他給自己用做戰備儲油，所以美國的石油它都是從國外進口的，那主要都是從中東跟其他的地方來進口。那因此，美國是全世界的石油的最大的消費國，不是中國大陸是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的消費國，也是進口國。那在這個情形下，當美元跟石油掛鈎的時候，美元就因為石油的關係，很快的再加上馬歇爾計劃，再加上美國的製造業跟消費市場，就推上美國的霸權地位了。那你想想看，現在的情形，如果中國大陸要取代美國成為人民幣的霸權的話，中國大陸已經有這麼一個基礎跟能力，但是取代不可能。那是未來的趨勢，而且是漫長的未來。但是它的成長跟佔比越來越高是有可能的，而且已經在發生了。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美國到現在目前它的能源的生產、製造、消費還是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它佔全世界20%。是。那中東地區所有的國家加起來，也不過就佔20%，而這20%中，有41%是用人民幣來做支付。那如果以這個能源的支付體系來說的話，那人民幣佔比事實上是有限的，因為美國它是用的是美元，对。然後美國跟中國的消費也是會用美元，美國跟其他各國，我只講石油的消費也都會用美元。好，那加拿大未來跟中國的這個石油的消費，
要不就是用本幣來交易，那也就是減少美元的交易量，增加人民幣。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的情況是，俄羅斯、委內瑞拉跟伊朗，他們跟中國的交易是用本幣來結算，都是能源上。那現在中東地區的國家增加了41%，跟中國是用人民幣來結算。可是這41%裡面，你要扣掉很大一部分，就是伊朗過去就是用人民幣結算。那你這樣子疊加起來，你就會發現說，事實上人民幣的佔比有在增高，但是問題就在於還不到這個美元人民幣霸權的時代。好，謝謝賴教授的分析。確實，因為美國在早期有這個時空背景的情況下，在石油這個能源是搶得了先機。確實，現在人民幣就算崛起了，但是要動搖到它的這個霸主地位呢，還要一段時間。不過我們說，在新能源這個布局，或許人民幣有占得先機的機會。現在有一個新的詞，就是電力人民幣。所以又是油又是電，我們就知道中國在能源的超前部署是做了很多的功夫的。好，它背後的商業邏輯也是非常簡單粗暴，因為大家都知道 AI 就是未來的重點，未来的競爭本質。那 AI 的本質也就是算力，算力的盡頭就是電力，所以你怎麼樣都離不開電。那中國大陸憑借它現在擁有最強的這個基礎設施跟電力系統，它正試圖把能源、世界的這個現實資產，還有區塊鏈來鑄造這個穩定幣，這樣一整條的這個價值鏈串在一起。我說白話就是未來呢，我要跟你買1度電，我可以用一個 token， 就是可能是它發行的一個代幣來做支付，我可以把這個東西量化，然後變成一個可以交易的方式。好，這不是喊我要去美元就只是口號而已，而是也不是說我要發一個幣來這個割韭菜，你要買我的幣你才能買我的電，這背後是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商業邏輯的，是要結合中國在電力上面的優勢，還有他們在工程上的優勢，沉澱下來，成為這個金融基礎的一個務實做法。好，雖然這套系統有望來實現中國的金融彎道超車的一個絕招，但同樣它也有面臨蠻多考驗的，包括你各國的金融監管是不是一個問題，還有相容性等等也都是考驗。但是楊老師，你怎麼看電力人民幣這樣一個新穎的概念？其實它沒有錯。這是今年才出現的一個概念，在大陸兩會當中，應該是一位學者，叫寇剛，他提出來的。但是呢，這種現象是老早在2023年甚至更早之前呢就出現過。什麼叫電力人民幣啊？也就是跨境電力交易以人民幣來結算的一套系統，所以叫電力人民幣。那跟美元這個石油美元就不一樣，因為它牽扯到的是電力的交易、電廠設備，還有呢電廠的整體電廠或者是電廠設備或其他相關跟電有關，然後呢使用人民幣。然後在2023年的時候呢，大陸的一個企業在"一帶一路"的這整個計劃當中，幫烏茲別克做了一個就是電廠啊，500萬瓦、500兆瓦的風電。它用人民幣交易，所以後來就慢慢的擴充到很多的"一帶一路"計劃。中國大陸在風電、在就是太陽能、光伏能，以及在其他的甚至水力、核能的發電的這些項目當中呢，都採取用人民幣的這種方式來做交易。那這個當然就牽扯到，就是雖然只是在"一帶一路"的項目裡面，但因為它形成一個網絡了。而且慢慢的也造成這些國家在改變它的電力結構，不再就是100%依賴天然氣啊、煤啊或者是石油來做發電，那比例上越來越高。加上這一次這個美國跟伊朗這個戰爭，更讓各國感受到，也就是要增加這方面，而這方面的技術最好的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尤其是對全球南方國家。所以這個電力人民幣他們有一個統計，大概到2030年的時候呢，中国大陸的電力人民幣的這個預計可以達到5000億人民幣的這個規模。然後呢，大概到了2035年呢，全世界8%到10%的電力的貿易是用人民幣來做計價。所以你就看到這個電力人民幣它的影響跟它的重要。那如果以全球的規模來看的話呢，它的的確確就一句話，電力就代表的是國力了。確實，這個電力就是未來新世界的石油，所以現在電力人民幣這個布局我們可以持續觀察。好，美伊這次的2週停火正面發展，我們當然從中
有這個中國在施力，也有巴基斯坦在斡旋協調的結果獲得了國際的一片好評，還寫下了一個教科書級別的外交案例。那我們都知道嘛，中巴的關係非常好，有着這個中巴鐵桿的傳統，說他們是鐵桿兄弟這樣的感覺。所以可想而知，巴國許多的建設啦、金融啦、國防啊、軍事啊，都少不了北京在背後撐腰嘛。那現在巴基斯坦他們有一個新的概念也是宣布要利用香港作為這個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優勢，來強化人民幣的結算跟投資啊。這步棋就下得很妙了，因為用人民幣來深化金融，然後綁定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所以李將軍，你怎麼來看這套模式？剛剛我們楊老師有提到"一帶一路"，巴基斯坦跟香港做這樣的一個連結，如果真的成功的話，是不是可以未來在"一帶一路"更多的重要節點上也來 copy and paste 複製貼上，用這樣的模式？我們先看這個巴基斯坦跟中國在地緣上面、地緣戰略上面就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哈。我們看到，在所謂中巴經濟走廊，主要是巴基斯坦南端的瓜達爾港哈。這個從阿曼灣一出來就是瓜達爾港哈，而瓜達爾港就直接可以連接到中國這個西部的新疆，連接在一起。那如果利用這條經濟走廊的話，就可以避開走這個海洋的所謂的這個新加坡哈，這馬六甲海峽哈，甚至避開南海。那第一個路線上面比較近嘛，第二個也可以避免掉美國在這方面封鎖或者是切斷。所以在地緣上面，中巴有兩國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之前两國是在軍事上面合作，後來在經濟上面合作，所以中巴經濟走廊哈，主要是這個。那現在更密切的在金融上面哈，可以採取密切合作。那巴基斯坦到目前為止，我們講的中巴經濟走廊目前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也就是說以企業這個發展為重心哈。那為什麼要以企業發展為重心？因為如果說他們這個巴基斯坦在香港啊，這個利用人民幣的這個優勢來講的話，它可以在這邊巴基斯坦可以在這邊發行這個國債哈，發行國債當然有助於新加坡巴基斯坦自己國內的建設。對。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就企業來講，它可以在這邊這個經營它所謂以人民幣計價的這種相關的金融產品，可以做這種產品，當然也可以用人民幣來作為支付的一個工具哈。所以對這個巴基斯坦來講，爾後的發展是非常重要。那為什麼以巴基斯坦這個以後其他中東各國有可能是 copy 的巴基斯坦這套模式呢？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現在可以說是能源輸入的一個大國，全世界的能源大概16%到20%哈。中國來講需求量有這麼大，那這些能源大部分都是從中東地區過來的。那中東地區這個把這油賣給中國，那當然如果說用人民幣計價，現在美國已經不是這麼的需要這麼大量的油嘛，那中國反而最需要。所以當中東把這些油賣給中國之後，那中國可以相對的提供中東這些國家有關的電力。電力不是光賣電而已，它可以賣有關於所謂的這種再生能源的這個產品，或者是儲能的設施哈。那當然，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未來發展 AI 要求的是要綠能的電，那你不能再用石化的電。所以當中國將這些產能提供給中東地區，那中東地區這個用這個人民幣計價的可能性會越來越高。所以我覺得巴基斯坦這一次來講是起了一個示範作用。那之後來講我認為說中東地區各國會比照這種方式，開始用人民幣或者是在香港地區作為一個這種計價的一個中心。是，好，謝謝李將軍的分析。我們下段最後一段節目回來呢，就是要來看美國期中選舉的風向，如今對川普也是越來越不利了。教宗譴責，共和黨人也要跟他切割。那麼究竟川普總統走向距離眾叛親離的處境還剩下多遠？我們待會回來繼續跟三位來賓討論，來聽聽他們的精闢分析。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